对，大家早上好。这个是一大清早6点凌晨。哇，这个炊烟袅袅的感觉 ，very nice。他跳过来了。Kingfisher。哦，他跳了，跳了。Why for the family group propose this monkey they sleep together, the one tree together. That's why for the family group propose this monkey, the leader not big male, the leader for the female. Big dominant female. They can do anything. That's what help to protect the all female for the female, big female. And for male, they protect female. They don't want to be one bigger. Take the neck to change color that very long time. Good bumps now. Thank you.这边是那一种一间房有很多个人住的。
它这边蛮多房间的，然后我前面这边还有新建好的。哎，这是 live in the jungle。下午好，现在向大家介绍吉纳巴丹岸河这边的一点点的人文，还有它的历史啊，还有地理环境生态的故事，你可以一次过了解一下何老师的那个小小的故事。首先呢，这个吉纳巴丹岸它是我们沙巴最长的河流之一，它是流过很长很长的那个热带雨林，还有红番平原，大概是560公里。它的那个下流一带呢，就是苏高还有比利这个地方，是婆罗洲最重要的野生动物跟鸟类观赏的地方。它的历史跟人文呢，就是古代这里呢有进行贸易的活动。据说吉纳巴丹岸河岸呢，最古老的时候呢，它是有中国人，还有海上的王国，还有当地人之间呢，他们进行贸易，有这个燕窝、蜂蜡、藤条、象牙这些所以呢，吉纳巴丹岸这个名字呢，它是跟早期华人有在这里居住有关系。河上的居民呢，我们就叫做这个orang sungai。orang sungai呢，它就是长期住在河边这边的一些那个当地的族群部落。OK， 他们是捕鱼采集，还有就是这个燕窝这些传统的农业为生所以它跟这条河的那个文化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所以近代史呢，就是英国北婆罗洲那个时期，他就把这里的河流呢当作是运输还有伐木的一个通道。OK， 还有这个棕榈的开发，所以就成为了这个栖息地的破碎然后那个河流污染还有社区的这个生计的改变它的地理跟地貌呢吉纳巴丹岸它的发源就在于这个Crocker Range 的一带，它是向东流入这个苏禄海，它全程是长560公里。OK， 它流过很多地方，OK， 包括就是那个红番平原，还有沼泽，还有红树林，还有这个社会岩的那个丘陵所以呢，它来到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叫做 Oxbow Lake， 就是一个 U 型的河湾，所以它的下流呢有大量的这个弯曲，然后呢它且形成为了这个孤水湾，还有那个沼泽地带的这些净水，还有这个浅滩，它就成为了水里面的这一些动物还有这些猴子就两岸的这个长臂猴还有大象的那个聚居地，所以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这个生态的走廊。OK， 等下我们继续再介绍。哇，很漂亮它很特别Hello， 真的是有那个纹路很不一样这边下流的地区，它有世界上比较高密度的灵长类，就包括这个婆罗洲特有的红毛猩猩、长鼻猴、白眉长臂猿多个叶猴鼠还有这个侏儒象云豹犀鸟胡蝠所以这地方呢，在可以说是少数的在野外相对比较容易观察到这些稀有的物种的地方。OK， 它的地貌呢，就有这个河岸的森林、淡水的沼泽，还有红树林、社会岩洞这些呢，就是一起构成了一个复合的栖息地，支持着相当丰富的鸟类还有水生，还有两栖的物种。所以呢，它也是这个世界闻名的野生动物保育
还有就是这个很出名的湿地走廊的地方所以呢，它因为连接的地方呢，它是有一些森林把它隔开，所以呢，它就减少了这些物种呢。这里在2000年代的中期呢，它媒体有曝光一件事情，那就是呢有一颗象头在河中间被发现，所以使到呢政府跟当地的民众呢对该流域的这个非法的猎捕，还有呢伐木，还有人跟大象的冲突呢，引起强烈的关注了。后来他们呢就有推动一系列的这个保护的行动，所以呢就变成这里呢的保育可能就变得更加的完善。在讲呢，这里附近有一个洞叫做狗曼洞的山洞它是跟这个燕窝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呢它是一个社会岩洞，它里面的这个采收燕窝这个事业呢已经是持续了几百年的，它有这个当地的经济，然后在跟这个文化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咯。但是随着这个商业的价值跟市场的变化，它的传统的采集燕窝跟现代化的经营的方式就有一定的那个法规还有就是跟这个健康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个冲突啦。所以这个报道呢，它也显示说，传统的这个采集燕窝者还有现代产业之间的那个张力然后又对这个洞穴的生态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育，还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另外呢，这个栖息地呢，它的碎片化跟走廊的修复的这个活教材咯，因为呢，在195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呢，它的伐木跟油棕业的这个扩张，所以呢，河谷呢，森林呢被切割成为许多的小片，所以呢，这个研究跟保护的项目，比如包括这个非政府组织 NGO， 还有政府跟企业的参与来去制造一个缓冲带，然后跟这个种植油棕的项目呢还有就加上这个保护这里的生态，看他们要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生态走廊的修复的一个计划比如说呢，在苏高附近这边的河岸的复绿，就是 Riparian Reforestation 的这个项目就被作为一个典范，如何让农业跟自然共存，从而呢减少了这个人跟动物的冲突，并且呢能够恢复野生动物的这个通道，所以这些项目呢，同时也成为了社会学的研究的一个现场。然后他们来这里呢，可以来看当地的人怎么把保育、还有生态、还有当地的生计一起结合起来咯。另外呢，在吉纳巴当岸对灵长类、象还有鸟类的行为呢的研究呢是变得非常的重要。研究者呢，他们就观察这个长鼻猴的这个群体的结构，还有猩猩的食性和活动的模式，象群的移动的路线跟人象冲突的模式，这些呢长期野外的观察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这个低地的雨林物种如何适应这个碎片化的这个地方然后并且呢，管理者呢能够设计一个走廊，还有保护的这个策略来去提供数据咯。那么现实的这个挑战有什么呢？比如说森林被砍伐，还有呢油棕的种植，导致这个栖息地呢，它一直都是失去它的那个动物生存的地方，还有呢森林变成碎片化，所以呢人跟野生动物的冲突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比如说呢这个人跟象的冲突，还有呢偷猎
然后传统的生计，比如说这个燕窝的采收，现在的市场还有这个法规这个底下呢，它面对转型还有社会的经济压力了。如果你去到这里呢，Kinabatangan呢，你可以看到而且很值得去做的东西，就是清晨还有呢傍晚的时候来这边的河上巡游，看长臂猴、猩猩、象群，还有各类的鸟类拍照还有听这里的向导呢讲这里的生态的故事你也可以做这个 jungle walk， 就是丛林徒步，夜间的观察呢夜行性的动物，还有学习它的植物的这些知识当然你也能够去参观呢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叫国曼洞的洞穴，你可以看这个燕鸟飞进飞出，还有呢去了解燕窝采收的历史还有现况当地的村落呢Orang Sungai， 你有没有跟 Orang Sungai 交流过呢？你去听一听他们在诉说河流跟生活的这一些历史跟故事最后呢，我是说为什么呢 Kinabatangan 河呢是值得大家去，是因为 Kinabatangan 它不只是单纯的看动物点，它是生态系统，还有文化传统，还有近代保育，还有现代发展的冲突的交汇的教材，也是适合很多家长带小孩子来。在这里能够看得到呢热带下流河流的这个生态的原貌，也能够体验到就是当地人如何跟自然共存如何在现代的压力下进行这个调整，并且能够见证一些保育的行动，比如说如何从地方起步来影响更广的这个环保保育的政策就这样子啦。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拜。炸鸡。Ini besar nih ya tupai. Oh iya. Hitam punya nih ya. Hello， 下午吃饱了之后，我们就在房间里面。这个就是温莎以前的人呢，就是放了温莎才睡觉，因为怕蚊子咬。OK，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在河岸旁边，沼泽地带。还有呢，树林里面所以会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蚊虫来让我们捐血给你们看一下如果你弄不见或者是弄坏，他会跟你收什么钱？如何弄不见呢？比如说大的那个床褥有分 queen size， 还有single的。大的这个床1000块，我不懂他们是怎么样从这里搬出去而不会被发现床单还有枕头枕头35块罢了被单120块，头毛巾那些50块，不要用头了，他讲 missing，就是遗失，弄不见的遗失。你看，连他给的那个拖鞋。它都要给你不同的颜色的，上面还要剪开一个口，就是不要让你偷，道理就是那么简单。funny sound， 我真是，我不懂是什么东西 ，I don't know what is it。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Most, well, some loads of lectures, What's that? Our massage oil. 看到没有？我们等下又要坐 River Cruise 了，希望这个下午可以看到大象啦。在全部这边等那个船过来。OK。金小河。I located the big tree on your left or right side in front. So on your right, that's a bigger tree, and on your left is a wild mango tree. And look at the roof. 他们在这两棵树之间做一条绳子，就让欧朗虎蛋还有其他的猴子可以过去对岸，所以他讲会惹怒了这个河里面的鳄鱼，从此在这里就吃不到那个猴子的新鲜的肉。Jam 9.他敢跳过来啊！撸墙哦。乱讲乱讲。